你以为时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？错了。2012年诺贝尔奖得主弗兰克·维尔切克说了一句让全世界物理学家都坐不住的话：时间可以被冻成固体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能像切豆腐一样把时间切下来一块。所有人都骂他疯了，因为这玩意儿直接违反了宇宙运行138亿年的铁律——热力学第二定律，一个连黑洞都不敢违背的规矩，被他一个方程式撕碎了。但更恐怖的还在后面。2021年，谷歌的量子计算机真的把这东西造出来了，一块永远在动的晶体，不吃不喝不充电不输入任何能量，它自己就在动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零下273.14度，全宇宙的原子都该冻死了，而它还在动，并且永远不会停。科学家给它取了一个名字——时间晶体等等。永动机不是早就被证明不可能了吗？这东西凭什么敢永远动下去？它到底在靠什么续命？故事要从2012年那个疯狂的下午说起。当时维尔切克在给学生上课，他突然盯着黑板发呆，脑子里冒出一个极其诡异的问题：如果在空间里原子可以整整齐齐地排列成晶体，比如钻石、盐、冰块，那在时间里原子为什么不能排列成晶体？这句话听起来很绕，对不对？我给你打个比方，普通的果冻你不拍它，它不动，它是静止的。但时间晶体做成的果冻，你根本不用碰它，它自己就会每隔1秒钟哆嗦一下。不是因为有风，不是因为有地震，而是因为它存在的状态就是在时间轴上不断重复。它在这一秒是圆的，下一秒变扁了，再下一秒又变圆了。这种变化不需要消耗任何能量，就像地球自转不需要插电一样，这是它与生俱来的属性。这简直就是狠狠抽了物理学一巴掌。因为按照我们熟知的物理定律，一个东西要动就得消耗能量，能量耗尽了它就停了。哪怕是宇宙中最完美的钟摆，最终也会因为摩擦力停下来。但维尔切克说不，时间晶体是基态就在运动的物质。什么是基态？就是一个东西能量最低最舒服的状态。对于我们普通物质来说，最舒服的状态就是躺平，但对于时间晶体来说，它的躺平就是折腾。如果不让它动，它反而不舒服。这听起来是不是像极了永动机？所以当这个理论刚提出来的时候，整个物理学界是一片嘲笑声，甚至有几位权威的大佬专门写论文来反驳，说这简直是痴人说梦。如果这东西存在，那我们这几百年的物理学不都白学了吗？争论持续了整整5年，直到2017年，马里兰大学和哈佛大学的2个团队竟然真的在大自然中捕捉到了这种现象的苗头。而到了2021年，谷歌的一篇论文直接引爆了科学界，登上了《自然》杂志的封面。他们利用那台大名鼎鼎的玄铃木量子计算机，用20个量子比特，在微观世界里真的造出了一块时间晶体。在那几十微秒的实验时间里，无论怎么干扰它都在极其精准的永恒的翻转。虽然实验时间很短，但在理论上，这证明了这种物质形态是真实存在的。这不仅仅是发现了一种新材料，这是人类第一次打破了时间平移对称性。这不仅意味着未来的量子计算机可能拥有无限的记忆力，更意味着我们对时间的理解可能从头到尾都是错的。既然时间可以形成晶体，既然时间可以像砖块一样被排列、被冻结，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时间本身就是一块巨大的固体？请深吸一口气，因为接下来的内容将彻底颠覆你的三观，甚至让你怀疑此刻的自己到底是不是活人。如果物理学家告诉你，其实你从来没有流逝过，你的一生早就已经拍完了，你会怎么想？这就要提到那个让爱因斯坦都感到脊背发凉的终极理论——块状宇宙。我们总觉得时间像一条河，从过去流向未来。你有童年，有现在，有未来。过去已经消失了，未来还没发生。但在这一刻，物理学冷冰冰地告诉你，这是你的大脑在骗你。在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相关研究背景下，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一个事实：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其实是同时存在的。想象一下，你手里拿着一盘电影胶卷，你把胶卷拉开铺在桌子上，这一头是电影的开头，那一头是电影的结局。对于胶卷本身来说，开头和结局是不是同时躺在桌子上？没错，兄弟，我们的宇宙就是这盘铺开的胶卷。物理学家管这个叫四维时空体。你出生的那一刻，你上学的时刻，你此时此刻拿着手机刷视频的时刻，甚至是你100年后死亡的那一刻，它们并没有消失，也没有等待发生。它们就像冻在琥珀里的虫子一样，全部完完整整地镶嵌在宇宙这个巨大的时间固体里。你可能想反驳，胡说八道，我明明感觉时间在走啊，我看得到秒针在转，我感觉得到我在变老。那是因为你的意识就像一个聚光灯，聚光灯照到了胶卷的哪一针，你就觉得哪一针是现在。聚光灯在一针一针的往前扫，你就产生了时间在流逝的错觉。这就好比你在读一本书，书里的页码早就印好了，
结局早就写好了。但是作为书里的角色，你只能读到第100页，你不知道第101页是什么。但第101页它真的不存在吗？不，它就在那里，连标点符号都印好了，只是你还没读到。这可不是什么哲学猜想，这是相对论的铁证。1905年，26岁的爱因斯坦用狭义相对论撕开了时空的一角，他发现并没有一个全宇宙通用的现在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假设在距离地球100亿光年的地方有一个外星人，如果他坐在椅子上不动，他的现在可能和你的现在是同步的。但如果他骑上自行车，哪怕只是慢悠悠地朝地球方向骑过来，由于运动会造成时间的倾斜，在4维时空的几何图里，他的现在就会瞬间偏转到地球的未来。这一瞬间的偏差可能就是地球上的几百年。也就是说，对于那个骑车的外星人来说，你孙子的孙子的孙子已经出生，甚至已经老了。如果未来对于外星人来说已经存在了，那对于你来说，未来又怎么可能是未知的呢？这就推导出了那个让人绝望的结论：未来是注定的。宇宙就像一块已经雕刻完成的冰块，大爆炸是冰块的一头，宇宙热寂是冰块的另一头。一切事件从星系的碰撞到你今天中午决定吃米饭还是吃面条，都是这块冰块里早已存在的裂纹。你以为你在做选择，其实你只是在沿着一条早已刻好的轨迹滑行。听到这里，你是不是觉得很无力？如果一切都是注定的，那我们的努力还有什么意义？如果时间不流逝，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别急，正是因为时间是固体，物理学才给出了一个这世界上最极致浪漫的安慰。你害怕死亡，对吧？其实你真正害怕的是你爱的人离开后就彻底消失了，变成了虚无。但如果块状宇宙是对的，那么消失这个词在物理学上根本不成立。你想想，当你坐火车离开北京站的时候，你会说北京站消失了吗？不会，你只是离开了它的位置，北京站依然矗立在那个空间坐标上，一砖一瓦都在，时间也是一种空间。那些离开我们的亲人，逝去的爱人，他们并没有化为乌有，他们在时间这个坐标轴的某一段上依然真实的活着。在那一个坐标里，他依然年轻，依然在对你笑，依然在呼吸，那里的阳光依然温暖，那个拥抱在4维宇宙的结构里是一座永恒的雕塑。所以真正的死亡不是消失，而是我们作为3维生物被困在了现在这个狭窄的切片里，无法回头看。我们看不见身后的人了，就以为他们没了。这就像是你走在大雾里，看不见身后的路，但不代表路断了。那么既然过去回不去，未来又注定，我们为什么还要这么用力的活着？既然时间晶体告诉我们永恒的运动不需要能量，那我们的爱恨情仇又算什么？恰恰相反，正是因为这块宇宙晶体是固定的，你所做的每一个动作，每一个决定才显得无比珍贵。因为你此刻的每一个微笑，每一次落泪，每一次努力，都会被永久的刻进这块宇宙的晶体里。你不是在沙滩上写字，浪来了就没了，你是在花岗岩上刻字，这块时间固体会永久保存你经历的每一秒。如果宇宙是一部电影，你可能改变不了结局，但你可以演好你的这一帧，因为在4维的眼睛里，这一帧画面将永远在宇宙的画廊里展出，永不撤展。你会发现，所有的人类文明，所有的悲欢离合，不过是一块晶莹剔透、结构复杂的巨大晶体，而你深爱的那个人从未离开，他就在那个固定的坐标点上永远等你。就像你翻开相册的那一刻，那个瞬间永远鲜活。所以别怕，时间也许是假的，但你的感受是真的。时间也许不流动，但爱是永恒的固体。在这个巨大的时间晶体里，我们从未分离。你以为宇宙会永远存在，大错特错。而人类文明彻底消失，速度可能超乎想象，不是因为战争，不是因为瘟疫，而是因为一个你每天都在经历的物理定律，它叫熵增定律。什么定律？就是宇宙正在用最温柔的方式杀死一切，包括你。爱因斯坦临死前说了一句话：如果要推翻一条物理定律，我选牛顿定律；如果要保留一条，我选熵增定律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唯一一条连上帝都无法违背的铁律。更恐怖的是，你的手机会自己坏掉，你的身体会自己衰老，你的房间会自己变乱，这些都不是意外，而是宇宙在执行死刑。1850年，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发现了一个让全人类绝望的真相：宇宙中有一种叫熵的东西，它只会增加，永远不会减少。就像时间只能往前走，熵只能往上涨，而熵增加到极限的那一天，宇宙会变成一片死寂，所有的星星熄灭，所有的温度归零，这就是宇宙的终极结局——热寂。问题来了，你每天刷手机、吃外卖，
熬夜都在加速这个进程。今天我告诉你，这个让爱因斯坦都敬畏的定律到底藏着什么秘密。先说个更直观的，你有没有发现新买的手机用半年就开始卡顿，电池越来越不耐用？这不是厂商故意设计的，而是商在拆解你的手机。手机里几十亿个晶体管，每次充电放电都会产生微小的损耗，这些损耗累积起来就是商在增加。你以为只是电子产品老化，其实是宇宙在一点点把有序的结构变成无序的废铁。更可怕的在后面，你知道为什么人会老吗？不是因为岁月，而是因为你的身体在跟伤，打一场必输的战争。你身体里有37万亿个细胞，每个细胞每秒钟要进行上千次化学反应，这些反应维持着你的生命。但问题是，每次反应都会产生错误， DNA 会复制错误，蛋白质会折叠错误，这些错误就是伤。你的身体有修复机制，但修复也需要能量，而能量的使用本身又会产生更多的伤。这就像你在沙滩上堆城堡，海浪一波接一波，你拼命修补，但海浪永远比你快，最终你的修复速度赶不上破坏速度，细胞开始衰老，器官开始衰竭，这就是衰老的本质。2024年，哈佛医学院的研究团队发现，人体衰老的速度可以通过测量细胞内的伤值来预测。他们发现，当细胞内的伤值超过某个临界点，这个细胞就会进入不可逆的衰老状态。更震撼的是，他们还发现不同人的衰老速度差异巨大，有些人40岁的身体伤值相当于别人60岁，这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特别显老。那有没有办法对抗熵增？有，但代价惊人。你每天吃的饭、喝的水、呼吸的空气，本质上都是在从环境中掠夺低熵物质。你把有序的食物吃进去，分解成能量，用来修复身体，然后把高熵的废物排出去。这个过程叫新陈代谢，但它有个致命问题：你对抗自己身体的熵增，却加速了整个环境的熵增。算一笔账，你活着的每一天要吃掉大约2000卡路里的食物，这些食物来自植物和动物，它们的生长需要太阳能，太阳每秒钟燃烧400万吨物质，把核能转化成光和热，地球接收到这些能量才能维持生命。但太阳也在衰老，它的氢燃料会在50亿年后耗尽，到那时太阳会膨胀成红巨星，吞噬地球。你可能觉得50亿年很遥远，但熵增定律告诉我们，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。太阳每秒钟都在变老，地球每秒钟都在变冷，你每秒钟都在变冷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物理事实。更绝望的是，整个宇宙都在走向热寂。1867年，克劳修斯计算出宇宙的熵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。他预言，在遥远的未来，宇宙中所有的能量都会均匀分布，不再有温差，不再有能量流动，一切运动都会停止。那时候，宇宙就是一片绝对的黑暗和寂静，没有星星，没有生命，没有任何变化。这个预言有多可怕？想象一下，你站在一个无限大的黑暗房间里，没有光，没有声音，没有温度，什么都没有。你想动，但没有能量让你动；你想思考，但没有能量让你思考。时间失去了意义，因为没有任何事件发生。这就是热寂，宇宙的终极坟墓。但最诡异的来了，为什么宇宙不是一开始就处于热寂状态？为什么它要从一个极度有序的状态开始，然后慢慢走向混乱？2020年，牛津大学的物理学家计算出，宇宙初始状态的低熵概率小到令人难以置信，大约是10的14,000,000,000,000。这个数字有多小？如果把宇宙中所有粒子的所有可能状态写下来，这个概率比你随机猜中其中一个还要小无数倍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这个宇宙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，一个不应该发生的奇迹。而你能活着，能思考，能看到这段文字，这本身就是在对抗整个宇宙的趋势。你的存在就是一场反抗，一场注定会失败但无比壮烈的反抗。有人说，既然一切都会归于混乱，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这个问题问错了。意义从来不在终点，而在过程。你想想，一朵花开放的时候，它知道自己会凋谢吗？知道，但它还是开了，而且开得很美。为什么？因为开放本身就是意义，不需要永恒来证明。人也一样，你知道自己会老会死，但你还是要活，而且要活得精彩。你每呼吸一次，每心跳一下，每产生一个想法，都是在创造秩序，创造美，创造意义。这些东西虽然会消失，但它们存在过，这就够了。所以下次当你看到房间又乱了，手机又卡了，身体又累了，不要沮丧，这不是你的失败，这是宇宙的常态。你能做的就是继续收拾房间，继续充电，继续休息，继续对抗。因为对抗本身就是意义，就是生命，就是我们存在的理由。熵增定律是宇宙最残酷的诅咒，但也是最深情的提醒。它告诉我们，一切美好都因为短暂
散才值得珍惜，一切秩序都因为脆弱才值得守护。我们都是熵增海洋中的孤岛，注定会被淹没，但在被淹没之前，我们燃烧过、闪耀过、爱过、活过，这就够了。